晚上好啊！今天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发生在10几年前的。故事的主角小明是做生意的，算是有点小钱啦。他娘家就有一个舅母，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发生在他和他舅母之间的。这个舅母呢，虽然也是有一点小钱，可是啊，他就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有一点点的小贪心。故事也是因为这个一点点的小贪心而惹的祸。那么我们开始咯。那天小明放工回家过后，就带着老婆小丽回娘家。在娘家那边呢，大家都有一个睡午觉的习惯，他们都是在楼下的一个午觉房里面睡觉的啦。当天小明就带着小丽回到娘家，当时舅母的儿子就在午觉房那边睡觉咯。看了看，换新的低浪了哦。小丽就问舅母了：“舅母，这个低浪还很新啊，怎么换新的这样浪费钱呢？不像你啊。”舅母就很开心的讲：“对咯，这个我朋友刚刚搬的家不要了咯，极浪费啊！你看是不是很新 ？plastic 都还包着啊，是不是很新很美？”这个时候小明都觉得奇怪了，很少听到别人讲搬家送低浪这样奇怪的啊。然后过不久，舅母就躺下去和他儿子一起睡了。舅母当时还讲：“新低浪就是硬啊，真是睡到不习惯啊。”过后舅母就睡回去那个旧低浪那边了。小明和小丽就在客厅上面的沙发上面躺着，吹着空调看着电视，然后当然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咯，也不知道睡了几久。这个时候舅母的孩子突然间就自己在那边哭着讲话哦，当时就把他们几个吵醒了啦。孩子就哭着讲：“你不要一直在床上面走来走去，不要吵我睡觉啦。”他们几个当时就奇怪了，明明大家都睡得那么香那么甜，那个时候家里就他们4个人，哪里有人走动啊？心想应该就是发噩梦，然后舅母就安慰了一下孩子，大家就继续睡了。然后大家又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就在大家刚刚入睡，睡到很爽的时候，突然间舅母就抱着孩子一边喊一边跑，还叫小明和小丽快点跑出去哦。当时小明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他就马上拉着小丽跟着舅母后面跑了出去屋子外面哦。当时啊，舅母就抱着孩子跑出去外面，满头大汗，几乎吓到讲不到话哦。小明当时就紧张的问舅母咯：“是惊贼还是惊蛇？到底什么事情？”过后舅母就讲，他在睡到一半的时候哦，那个儿子又讲有人在床上面走来走去哦。当时呢，舅母就打开眼睛一看，竟然看到一个黑影坐在床尾那边哦。擦了擦眼睛，用力一看，是一个老安哥站在地浪上面看着他们哦。而且这个老安哥他们也不认识啊。舅母当时就吓到站起来了。可是啊，这个时候老安哥竟然慢慢的消失了，所以舅妈才吓到跑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小明都不懂是要报警好还是要怎样办好啊。然后舅母就打电话叫舅舅回来了。很快的，舅舅就回来了。然后他们几个就在屋子里面走了走，看了看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老安哥啊。过后呢，舅舅就打电话叫一个朋友过来帮忙看看啊。这个朋友的岳母是开神庙的，所以也懂一点东西啦。当时舅母也把他刚才经历的这个过程讲给这个朋友听了。这个时候舅舅就想了想，然后就问舅母：“这个低浪是哪里来的？”舅母就讲：“我那个朋友阿平搬家，我看他低浪这样新，不是拿回来用咯。那么这个低浪到底有什么问题呢？”当时呢，舅舅就拿了一个照片问舅母还有孩子：“是不是这个老安哥？”奇怪了，果然就是这个人哦。为什么舅舅会认识这个奇怪的老安哥的呢？就在大家都想不明白的时候，舅舅就很生气的打电话给阿平哦，叫阿平马上过来。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面讲了什么了。当时阿平也很快的就赶了过来。舅舅当时就很生气的问他：“这个低浪是谁的？”其实啊，
这个迪浪是阿平的加工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这个迪浪它的加工也就用了几天，最后还是死在这个迪浪上面的啦。阿平当时是想丢掉的啦，可是看见舅母就想拿走，感觉丢掉又浪费哦，又不好意思讲这个迪浪是他加工碎的，于是就这样被舅母带回了家。那么过后，阿平就自己一个人进去屋子里面把那个迪浪带走了啦。这个迪浪被带走过后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了啦，所以啊，这些事情以后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其实在10几年前的马来西亚，经常就有一种萝莉哦，绕着大曼里面转来转去，还播着收舊迪浪換新迪浪，收舊迪浪換新迪浪，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呢？其实啊，很多都是死人睡过的迪浪，就是这样被他们收回去，然后重新包装过后又拿出来卖。所以如果经常睡不好，或者你感觉在床上面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，会不会是……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经历，在评论区下面分享出来咯，给大家提个醒嘛。最后记得点个赞，支持支持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